想讓別人記住你，就一定要給他一個記憶錨點，讓他能夠一看到這個東西，馬上就能想到你這個人。大家好，歡迎回到我的頻道，今天是第17天，我們要聊一個非常扎心的話題。你是不是那個轉頭就被忘掉的路人甲？就像我們經常看的電影啊，裡面有很多反派人物，雖然說他的戲份不多，但是只要他出場了，我們就能夠一眼認出來，然後立馬想起他是誰。像什麼小丑啊、謝爾頓啊，或者是漢尼拔啊，這些人物形象都非常的鮮明，所以觀眾才能夠對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或者你有沒有遇到過這種尷尬啊？聚會上聊得挺歡，1週後見面，對方的眼神裡卻寫滿了你是哪位？那不是因為你的長相不夠帥氣或者不夠美麗，而是因為你缺乏一個叫做記憶錨點的東西。我們先來看一下什麼是記憶錨點。舉個例子，說到周星馳，你會想到什麼？豬籠存在，如花還是唐伯虎呢？說到劉翔，你會想到他的跨欄嗎？說到馬雲，你會想到阿里巴巴還是淘寶呢？這些都是他們的記憶錨點。所以，你要想給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你就必須擁有一個獨一無二的記憶錨點。人類的大腦極其懶惰，它只會對那些不符合預期的信息產生興趣，而預設之內的信息則會被大腦過濾掉。比如，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的人力資源經理，那人們就很難記得住你。但如果你是一個擅長用星座來分析員工性格的人力資源經理，那你就能成為別人口中的星座專家，從而獲得更多的關注。那怎麼讓別人記住你？我有一個秘密要告訴你啊，只要你掌握這個方法，就能成為朋友圈裡的焦點人物，從此再也不怕聚會沒有話題了。我經常參加一些酒局，我發現那些能夠持續吸引眾人目光的人，都有一個共同特點，他們懂得制造自己的記憶錨點。那什麼叫記憶錨點呢？之前我們通過舉個例子講述什麼叫記憶錨點。再說一個事例，比如我們去一家餐廳吃飯，服務員熱情地端來了一盤菜，然後轉身就走了。如果你什麼都不做，那麼這道菜的味道再好，也很難給你留下深刻印象。但是假如你在吃之前，對着這盤菜來了兩句，哇，好好看哦，或者啊，好好吃哦，那麼這道菜就會成為你的一段難忘的記憶。這就是心理學上的行為標記效應。簡單來說，當我們的身體做出某種行為時，大腦就會對這一行為進行編碼，並且產生強烈記憶。所以，只要我們在與人交往的時候，主動創造一些肢體動作，就能給自己加上一個獨特的標籤，從而加深對方的印象。當然啦，肢體行為只是一種形式，關鍵在於你要表達的內容是否足夠獨特有趣。那具體要怎麼做呢？今天這一期視頻呢，我就來教你們6個方法。學會之後呢，不管你在任何場合當中都能夠脫穎而出。為什麼你跟別人相處時，對方總是記不住你？如何才能讓人過目不忘呢？給大家分享一個心理學小技巧，記憶錨點。只要你用對了方法，就能讓你在人群中脫穎而出。第一個技巧是拒絕標籤化的自我介紹。比如別人問你好，你是做什麼的呀？你說我是做銷售的。這種回答就太普通了，沒有特點。你應該這樣回答：你好，我是那個一見面就敢誇你眼睛好看的人，或者你好，我是那個見誰都第一個微笑的人。這樣的自我介紹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而且非常有特色。核心邏輯：我是做財務的，是信息；我是那個能幫你從雜亂發票裡找回一個包包錢的人，是記憶點。操作指南：公式，名詞加具體的價值加一個反差。案例：1. 平庸版：你好，我是王偉，一名程序員。2. 記憶點版：你好，我是王偉，我平時的職業是寫代碼，但我最大的成就感是幫那些電子產品小白修好他們死機的電腦。雖然我是寫代碼的，但我其實更愛寫詩、深度解析。反差是記憶的催化劑，當你打破對方對你職業的刻板印象時，你的形象立刻就變得立體了。第二個技巧叫做視覺或感官的錨定法。舉個例子，如果你叫張三，你可以給自己取一個外號叫大鼻王。每次跟別人見面的時候，你就用力的去捏自己的鼻子，並且告訴自己，以後每次有人提到我名字的時候，腦海裡浮現的就是這個大鼻子的形象。當你反覆這樣做之後，別人聽到張三這個名字的時候，腦海裡浮現出來的就是你用力捏鼻子的樣子。那麼久而久之，大家就會把張三和這個動作聯繫在一起。所以在提起張三的時候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用力捏鼻子的動作。那如果想要給別人留下溫柔美好的印象，可以怎麼做呢？比如你叫李四，你可以給自己取個外號叫抱抱俠。每次見到朋友的時候，你都主動去給他一個擁抱，並且告訴自己，只要有人提到我的名字，腦海中浮現的就是我主動給朋友擁抱的畫面。當這種行為被你重複多次後，在你潛意識中，李四就是那個喜歡擁抱別人的形象。當別人再次提起李四的時候，腦海裡浮現的就是你熱情擁抱的畫面。核心邏輯：人的視覺記憶遠強於聽覺，給對方一個具體的、可以聯想的物件，
操作指南： 1. 標誌性單品，比如永遠帶着的亮色領帶、別緻的胸針，或者是某種特定的香水味。 2. 動作錨點，比如你獨特的打招呼方式，或者你隨身攜帶的特色筆記本。 3. 場景關聯，我是那個在會上提出藍色海洋方案的人。深度解析，這在營銷學中叫品牌視覺錘。當對方下次看到類似的顏色或聽到類似的詞時，大腦會自動激活對你的記憶。第3個技巧叫做製造蔡格尼克效應。心理學家曾經做過一個實驗，在一群人面前念了一串數字，然後讓他們全部背出來，結果發現那些沒有完成任務的人比完成任務的人記得更清楚。所以我們平時可以給對方留一點懸念，比如說你們第一次約會，你可以說：哎呀，時間太晚了，改天繼續聊吧。或者說：今天的咖啡好好喝啊，下次一定要再來一杯同款。這些都可以讓對方對你產生好奇心，並且不斷地回想當時的情景，自然而然就加深了對你的印象。記住，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，只要運用得當，就一定能夠為己所用。核心邏輯：人們對未完成的事情記憶最深。聊天不要一次性把話說死。操作指南： 1. 懸念式結尾，關於那個項目的細節。其實還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小插曲，但現在時間有點緊，咱們下次細聊。 2. 半透明分享，提到一個你正在進行的有趣挑戰，但只說結果，不說過程。深度解析，這會在對方潛意識裡留下一個未完成的閉環，它會產生再次聯繫你的衝動，以便完成這個故事。總之，你要通過一些特定的行為和感受來激活你的潛意識，從而形成記憶錨點。一旦這個錨點建立成功，那麼你只需要出現一次，就會被人牢牢記住。好，我們繼續。第4個技巧叫做特定細節的深度讚美。我們先看一個例子。王總，您昨天穿的那個白色毛衣真的很好看，這句話是不是比王總你很帥更能讓對方印象深刻呢？那為什麼這樣說就能加深印象呢？因為這種具體的、可感知的細節描述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所以，如果你想加深某個人對你的印象，你就去描述這個人身上最具體、最有特點的部分，這叫特定細節的深度讚美。核心邏輯：人們可能忘了你說過什麼，但永遠不會忘記你帶給他們的感受。操作指南： 1. 避開大重點，別誇美女漂亮，要誇她選這對耳環的審美品味。 2. 誇獎被忽略的努力，我注意到你剛才在所有人都放棄討論時，還特意整理了會議記錄，這種細緻真的很罕見。深度解析：當你觀察到了別人沒注意到的細節，你就成了那個懂他的人。這種情感上的共鳴會讓你在對方心中瞬間脫穎而出。第5個技巧叫做尋找共同的秘密。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歷？當你跟一個人聊得很投機的時候，你們就會突然發現彼此竟然有共同的秘密。這個時候你會覺得這個人的形象瞬間變得立體起來，甚至會覺得這個人很真實，很容易產生信任感。這就是因為當兩個人共享了一個秘密時，就相當於在他們之間建立了一條通道。這條通道可以讓他們無條件的相信彼此，從而拉近兩個人之間的距離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跟一個人拉近距離，那就去挖掘跟他共有的秘密吧。這叫尋找共同的秘密。核心邏輯：心理學上的同盟感，通過分享一個小秘密或一個小吐槽，快速建立非正式關係。操作指南： 1. 小吐槽，其實我也覺得這個茶歇的甜點太甜了，咱們去拿點咖啡壓一壓。 2. 小默契，捕捉到一個只有你們兩人注意到的尷尬瞬間，相視一笑。深度解析：當你們之間擁有了第三者不知道的小秘密時，你們就不再是路人，而是成了某種程度上的戰友。第6個技巧叫做在24小時之內給對方一個精準的回響。舉個例子，假如今天是1號，你在2號晚上給對方發消息說：你好，還記得前天咱們第一次見面，你穿着白襯衣的樣子嗎？對方一定會被你的細心所打動，並且對你印象深刻。而之所以要限定為24小時以內，是因為人往往只能記住最近1周內發生的事情。所以，如果你在3天之後才想起來這件事，再去跟對方提起，對方就會覺得很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你在說什麼。而如果過了1個星期再提，那麼對方已經想不起這件事情了。核心邏輯：記憶的鞏固需要第2次刺激。操作指南： 1. 帶具體信息的 follow up。李總，很高興昨天認識你。你提到的那個關於滑雪的牌子，我回去查了，確實很酷，謝謝分享。2. 發送價值。剛才看到一篇關於你提到那個行業的文章，感覺你會感興趣，順手發你。深度解析：這種聯繫不要帶有任何功利性，它純粹是為了告訴對方，我不僅記住了你，我還把你說的話放在了心上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讓別人記住你，一定要給自己立下一個規矩，在24小時之內完成。好的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完了。其實啊，
社交的本質從來都不是一場比拼耐力的馬拉松，而是一次次精準的心智佔領。記住，人們或許會忘記你談話的細節，甚至會記錯你的詞銜，但他們永遠不會忘記你帶給他們的那種獨特感受。一個讓人過目不忘的人，並不是因為他嗓門最大，而是因為他懂得在對話當中埋下鈎子，在離開的時候留下餘味。比如，我跟一個人聊完天之後，我會給他發一段話，或者是送一個小禮物。當然了，這個東西啊，一定是精心挑選的，而且是帶有一定儀式感的東西。它能夠加深我們之間的連接，也能加深這個人對於我的印象。當你在自我介紹裡加入那一點點反差，或者說在24小時之內送上一份精準回響的時候，你就不再是人海當中的路人甲，而是一個具體的、立體的、有溫度的個人品牌。如果你還不會寫這樣的自我介紹，那麼今天這條視頻就是為你準備的。大家可以打開自己的朋友圈，看一下那些跟你有過深度交往的朋友，他們的簽名都是什麼樣的。你會發現很多人的簽名都是很平庸的，甚至是空着的。而那些真正懂得用語言表達自己內心世界的人，他的簽名往往都能夠直擊人心，給人以啟發。所以我建議大家也給自己寫一句這樣的話，不要怕麻煩，也不要怕丟臉，因為你想要獲得別人的認可，首先你自己得先認可自己。最後啊，給大家留一個今天的作業，就是請你們去修改一下自己的15秒社交名片，去掉那些冷冰冰的標籤，加入一個具體的價值點，再配上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小反差，試着去對一個陌生人說出口，看看他們的眼睛裡會不會閃過一絲好奇。別忘了在評論區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新版自我介紹，讓我們一起幫你打磨。如果你覺得這條視頻對你很有幫助的話，別忘了為我點個讚。我們下一期視頻再見。